大家好，原本气象预报说要连续大雨结果雨一样只下在山上。对于这种已经严重影响耕作的天气呢，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这墙外在丝瓜遮影下的四季豆倒是长得不错啦，只是角度很不好拍摄接近种植环境经过调整，应该还算不难种植后院内部虽然可以虹吸进水，但是地下水位下陷蓄水池没有使用防水布呢，后院储水槽目前已经丧失蓄水的功能了，还得重新调整种植才会更方便。虽然雨只下在山上，但是几乎是阴天的情形下呢，再搭配堆草槽，前院整理的速度倒是快了不少背景变化直接用看的应该也可以理解只是不知看过前几部影片的观众呢，是否会好奇为何可以转化的这么快虽然这些过程都有拍摄下来，但是因为太繁琐有局部需求或是疑问，个人再想办法补上影片就好。日前撒种的紫薇白菜，后来一些叶片被蝸牛啃食的残缺不全为了方便清理杂草，就顺便移植到一旁新铺设好的菜床。至于日前提及的小白菜种植时间点雨水淹棚消灭地虫是可行的目前这叶片并没有受到跳虫的入侵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时还得多加防范蝸牛与麻雀眼前这垫高的菜床算是菜床上的菜床花了不少功夫，用途自然就得多方面利用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就开始种植只是菜价让亲友哇哇叫，只好提早下手这再利用立体种植，这范围就可以种出不少的菜了。感觉用来面对夏日多雨的季节呢，已经很不错用了。既然是要提供紧急可用的菜，自然是从短天期的菜下手这位置要种植的是黑芥蓝黑芥蓝可以全年种植不种到可以采收茎的大小，而主要是要采收幼苗，取代黄芥蓝。现在进行刨土，除了清除小杂草呢，也是因为黑芥蓝比较嗜水耐湿将内部的土壤往轻冲覆土，增加葱白外呢，也营造地势较低的空间来种植黑芥蓝。另外，此处因为有七里香可以遮阳日照不算高在湿度上就比较容易控制。刨土的过程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壤团粒结构相当好唯一能提醒的就是别把土壤敲得太细碎团粒结构可以提供良好的保湿与透气在进行撒种时，种子可以多撒一点，毕竟这是要采收大约10出头公分的幼苗，种子多又要均匀，撒种的时候就一次别拿太多种子了。多分几次进行重叠撒种就可以成功了。而要赶进度，有些闲置的空间，则是拿来育苗，方便一起看管经过移植2天后的紫薇白菜，已经有明显的生长之外，气色也不错了。叶片并没有坑坑巴巴的洞一旁采用沟槽式播种的萝卜呢，也有开始出苗的现象至于另一槽还补它设简易棚架，棚架下的内部土壤是带土杂草组成只有四周外围种植的位置呢，是整理过的土壤。靠外部种植的则是比较爱日照、不怕热的豇豆
有日照遮掩效果的内部则是种植四季豆。呼应一下影片开始四季豆遮掩下种植的效果。谢谢收看。